你干什么？臣妾是来侍奉皇上的，求皇上许臣妾侍寝。你侍寝几年了，自然应该知道你侍寝的规矩。怎么，你想按进士房那套来办啊？皇上，臣妾侍寝3年，可皇上不曾碰过臣妾，这么久了，就让臣妾伺候您一回吧。你一心想成为朕的女人，求人得人，朕许了你，也给了你尊荣位分。从此以后，你生是紫禁城的人，死是紫禁城的鬼，老死都逃不出。你可知道这些年，朕为何不碰你吗？臣妾愚昧。朕留你在身边，对你宠爱，自然有留你的用处。但你别忘了，你永远是娴妃的奴婢，是朕的奴婢。人前人后，别失了分寸。奴婢知道了。挨了谁的打？皇上宠爱奴婢，嘉嫔娘娘不忿，打了奴婢。做奴婢的，哪有不挨主子打的？你要享受这份荣宠，就要心甘情愿受这些罪。求皇上给奴婢一个明白，皇上为何要这样待奴婢？记得朕给你的封号吗？慎，就是要你谨小慎微的度日。你该念着朕对你的好，若不是朕宠着你，你早就不知折在什么人手里了。皇上是不是觉得是奴婢冤枉了娴妃，要折磨奴婢，替娴妃出气？哼，出气？娴妃自会找你出气。朕今日要明白的问你，当日是谁指使你的？无人指使。是娴妃有罪。哦，是这样。那朕先睡了。皇上，时辰到了。主儿，您昨儿侍寝肯定累了，奴婢准备了早茶，您喝了歇歇。侍寝，我倒真是累着了。本宫已经是皇上亲口所封的圣嫔，为什么屋里的陈设布置还是按贵人位分来的？内务府怎么这样背懒啊？内务府差人说，
皇上皇后立场节俭，左右主还没行册封礼，这嫔位的东西就一起省了。什么嫔位？原不过是让本宫担一个虚名罢了。主儿，使不得，主儿，主儿，今儿是你封嫔的大喜日子，你可不能动气。这要是传出去，让别人怎么说您呢？本宫是圣嫔，本宫的东西，本宫想砸就砸，谁又能拿本宫怎么样？主儿，使不得，主儿，这是您封贵人的时候，皇上亲赏您的，这不能摔。您要是真生气，你就打奴婢也好，可断断不能伤了你和皇上的情分呀。主儿。主儿，主儿，皇上心里还有本宫这个人吗？本宫不过就是个玩意儿，任人作践。主儿，奴婢伺候圣嫔这几年，只觉得她的性子是越发的躁了，还会时不时的问奴婢，皇上是不是真的宠爱她？他也算恩宠不衰，还想怎样？皇上虽然宠她，可昨天的立冬家宴上，一口一个主仆，分明是瞧不上圣嫔。是啊，皇上还说，以前的贤妃是蒙冤的呢。你先回去吧。圣嫔若有什么动静，记得随时来汇报。是。皇上会不会翻查当年咱们的事儿？如今贤妃放出来了，皇上自然要找个借口说贤妃蒙冤，否则怎会让人信服呢？实在不行，就把阿若顶出去，左右坐实了他卖主的名声。可圣嫔不会咬出咱们来吗？他阿玛在我阿玛手底下当差，只要挟持住了贵夺，他就不敢说什么。不是他做的，他都得咽下去。白雪红梅自有她的明艳清冽之美，但白梅隐藏在白雪之中，仅凭花香稍作分别。本宫倒觉得世间之美，唯有细细分辨才是难得。贤妃娘娘这番话倒是深得我心。淑嫔，贤妃娘娘若是不介意，大可唤我的本名一欢，我也可称呼一句姐姐，不必像旁人那样娘娘来娘娘去的，听着这般俗气。一欢倒是心直口快。妹妹从何处来？妹妹刚陪皇上用过膳，这皇上用膳时最爱的就是一道梅花清汤，却不想我刚走进这御花园，这么巧，便看到姐姐也在这儿独自细赏梅花。寒冬唯有梅花而已，想要凑巧也是容易啊。也是。今日偶遇姐姐，说话倒是投趣。若来日有空，还请姐姐来储秀宫一聚。好。妹妹告退。一欢看上去冷冷的，倒是个性情中人。真香。你不是戍守在坤宁宫吗？怎么在这儿？请贤妃娘娘安。这坤宁宫岁下清供，每日都是以松竹梅来插瓶，所以微臣才折了这些红梅。刚才我听到娘娘的声音了，所以想在这儿等您，给您请个安。特意在此等候，不像请安那么简单啊。
还是被娘娘看穿了。有话便说吧。花房有个宫女叫魏燕婉，她来找微臣。你自己刚有点起色，就有人来找你了？不是，微臣不是这个意思，他就是那个让你酩酊大醉、意志消沉的人吧？娘娘所言极是。虽然燕婉当时抛下了微臣，独自高飞，但后来不知道为什么，她阴差阳错的被贬到花房当差。这花房劳作辛苦啊，微臣也是无意中碰见她，才知道她最近受了不少苦。她一跟你诉苦，你就把她抛下你的事儿都忘了？微臣不是心软，只不过看她这个样子，实在太可怜了。那天微臣碰见她，她一直在哭，她还说知道是自己错了，所以没有颜面来找我。没有颜面来找你，不也是找你了？还跟你说了那么多让你心疼的话，你都答应他什么了才来求本宫的？请贤妃娘娘把她调离花房，另某个差事。微臣也不敢妄求，只求她不要太劳作辛苦，受人欺负就行。可眼下花房需要往各宫里送花，也缺不了人手。或者等开春了之后，本宫再想办法给她调去一个好地方。多谢娘娘恩典。云彻哥哥，来，什么呀？红薯。我除了贤妃娘娘了，要说开春帮你找个好差事。真的吗？那还有假？太好了。你先回去吧，我当班呢。那我走了啊。走吧，慢点啊。这才过完新年，贵朵怎么就死了呢？皇上，高斌说贵朵是在加固山林房山红氏被山上鬼落的大石砸中族的，也是可怜。幸亏他留下了一本治水的册子，这样的人才走了可惜啊。对了，你叫李煜准备好1000两银子，就说是朕给他家里治丧的。是。贤妃被冤之事查得如何了？快有眉目了。查清楚了，有些人也可以处置了。皇上，今日春宴，皇额娘送给臣妾一把童子如意。皇娘苦心，盼着你与朕早天嫡子。今日呢，朕也备了一盒东海明珠给你。这明珠光辉，朕盼着闪耀中宫啊！明珠金贵，何况是一盒之数。臣妾想到采珠人的辛苦，也不敢枉受。朕知道你不喜奢华，可这明珠再珍贵，也比不上朕对你的心意啊！臣妾多谢皇上。李煜啊，把朕备下的迎春礼送给诸位嫔妃吧。是。多谢皇上。都坐下吧。皇上竟如此偏心，给皇后娘娘的是一整盒，给咱们的却只有1颗，到底是看中皇后娘娘？
都是东海明珠，盛平的锦盒里面红红的是什么呀？盛平啊，朕送你的礼，你可认得？皇上，这是朱砂。皇上，朱砂有毒，您赐臣妾这个做什么？莫不是拿错了吧？这朱砂有毒，遇热出水银，最合你不过了。玉壶，你来说说。是。奴婢按皇上吩咐，追查当年仪嫔与梅嫔两位娘娘皇嗣被害之事。当日指证贤妃娘娘的小路子已死，小路子的兄弟从前伺候贤妃娘娘的小福子在瓮山铡草，小安子发落皇陵做苦役，奴婢派人去他们家乡查问，看到小福子与小安子家中很是富裕，盘问之下才知那些银子都是慎嫔拨的。皇上，臣妾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。臣妾和小路子、小安子本就没什么来往，对他们家里的事情更是一无所知。奴婢去问过小安子，才知道当日说贤妃与他讨要朱砂之事，也是慎嫔嘱咐他做的。皇上，臣妾实在是冤枉。臣妾早就听说，小安子在慎刑司服役时哑了喉咙，再也不能说话了，如何能说他是臣妾指使的呢？阿若，本宫派人去看过慎刑司的记档，你和你宫里的人都无出入慎刑司的记录。你方才说跟小安子并无来往，那你如何得知他不能说话了？皇上，臣妾只是听说。听谁说啊？说来听听。臣妾只是听说，至于是谁说的，臣妾早就忘了。比不得贤妃心思细腻，连慎刑司的记档都会拿出来查看。本宫当然要查。一个受冤之人，自然要为自己洗冤，求一个清白。慎嫔，你既然说你之前亲眼看到贤妃如何谋害梅嫔和仪嫔，那你自然记得清楚，不会忘记。今天朕要你再与朕说一遍当年的事到底如何，不许错一个字。当年，皇上，当年的事情太过恐怖，臣妾不敢去想，也不敢记得。臣妾只记得，贤妃在炭盆和鱼食里添了朱砂，至于细枝末节，臣妾早已经忘了。荒唐！当年你口口声声描述贤妃是如何害了我跟仪嫔的孩子，细枝末节，无一不明，为何今日却不能一一道来？皇上，此贱婢满口谎言，她一定有问题，皇上一定不能饶恕她。朕今日查问，就是要他说个清楚。皇上，当年苏炼带人搜查延禧宫，就是阿若拦下不给搜查寝殿，才惹人疑心。后来，便在贤妃寝殿妆台屉子底下，发现了沾染沉水香的朱砂，落实了贤妃的罪过。臣妾就一直在想，若这件事情真是贤妃所为，为何要将朱砂放在如此明显之处？倘若这件事情贤妃不知情，那么究竟有谁可以随意进出贤妃的寝殿，将朱砂放了这么久，以至于沾染了沉水香的气味都不被贤妃察觉？那只能是贤妃的近身侍婢了。看来除了慎嫔，也没有旁人能够做到了吧？当年言之凿凿，今日荒不择言。皇上，这慎嫔很是可疑呢。莫不是这些年贤妃在冷宫屡屡被害，
也是慎嫔想要灭口。嘉嫔，你，皇上，那不是臣妾，不是臣妾，臣妾是冤枉的，皇上。慎嫔，你当年的告发，事关2位皇嗣的性命，如今又涉嫌在冷宫加害贤妃。今日你要是不说清楚，朕便让你尝尝方才赏你那些诛杀的滋味。你仔细掂量着。皇上，皇上，臣妾是冤枉的，皇上饶命，容臣妾再想想。皇上，臣妾是冤枉的。皇上，阿若并没有那么大的本事，弄来这么多的诛杀，买通那么多人，设下陷阱，冤害臣妾。臣妾想要知道的是谁在背后指使他？你看着本宫做什么？没想到你心性如此歹毒，竟然不顾自己家人的安危，做出如此大逆不道的事，真是该死！我真没想到，原来是你害了我的孩儿！贱婢！好了，将慎嫔挪去养心殿偏殿，着人看着她，不许她死了。这。放开我，皇上！皇上，臣妾是冤枉的，皇上！皇上，放开我，放开我！臣妾是冤枉的，皇上！皇上，臣妾是冤枉的，皇上！今日家宴，朕原不该说这些，可朕看到皇后，便想起早夭的端惠太子。又想起梅嫔和宜嫔的孩子死得不明不白，朕不能不细问。皇上与臣妾为人父母，如何能不伤心？此事自然要查个水落石出。只是今日天色已晚，有什么事情，皇上也等到明日再查吧。那朕先回养心殿了。恭送皇上。